1989年12月，蘇珊·史密斯失蹤近1年後，華盛頓特區聯邦調查局的一間測謊室裡，調查人員正在等待一個可能改變案件走向的答案。坐在儀器前接受測謊的男人名叫馬克·普特南，是一名年輕且備受看好的 FBI 探員。在同事眼中，他聰明勤奮，擁有出色的辦案能力。他有妻子和2個孩子，家庭生活看似完整，職業前景也在穩步上升。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馬克都像是一名標準的聯邦執法精英，體面可靠，值得信任。更重要的是，他本應該站在調查者的位置上。失蹤的蘇珊曾是馬克在肯塔基州工作期間管理過的一名線人。案件發生後，他多次接受警方詢問，介紹蘇珊接觸過的罪犯，分析哪些人可能對他實施報復，並始終堅稱2人之間從未超出正常的工作關係。可當測謊人員追問他是否與蘇珊發生過親密關係時，馬克的否認並沒有讓房間裡的氛圍得到緩解。測謊儀不能直接證明一個人是否犯罪，卻能記錄人在回答問題時難以控制的生理反應。隨着測謊繼續，馬克試圖壓抑的緊張與恐懼被一道道曲線不斷放大，那套維持了近1年的說辭也開始失去可信度。調查人員仍未找到蘇珊的屍體，無法確定她到底遭遇了什麼，但他們已經意識到這名主動參與調查的 FBI 探員很可能隱瞞着案件中最關鍵的部分，而這一切都要從阿巴拉契亞山脈深處的一座小鎮說起。肯塔基州東部的派克維爾被連綿的山林環繞，這裡遠離大城市，人們的生活範圍有限，彼此之間的距離卻很近。一個人的家庭、過去以及與什麼人來往，往往很難長久避開周圍人的目光。26歲的蘇珊·史密斯就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裡。她很早便結婚，生下2個孩子。婚姻破裂後，她仍然和前夫肯尼斯住在同一所房子裡。2人雖然已經分開，卻依舊被貧困、住房和孩子牢牢捆在一起。肯尼斯脾氣暴躁，家中經常充斥着爭吵和指責。蘇珊想要離開，卻沒有足夠的錢，也找不到真正可行的出路。她只能一邊照顧孩子，一邊忍受那種日復一日，仿佛永遠不會改變的生活。但她並不是一個甘於現狀的人。蘇珊健談外向，喜歡成為人群的中心。她渴望刺激，也渴望被人重視。她常常會誇大自己的經歷，把普通的事情講得驚心動魄，也習慣在現實和想象之間為自己編織出一種更精彩的人生。這種性格讓她顯得不夠可靠，卻也暴露出一種強烈的匱乏感。現實中的蘇珊貧窮，婚姻失敗，生活範圍幾乎沒有離開過派克維爾。越是無力改變眼前的處境，她就越需要借助冒險和他人關注，證明自己並非一個無足輕重的小鎮女人。她真正想要的是離開這裡。蘇珊希望帶着孩子擺脫失敗的婚姻，擺脫貧窮和閉塞，去一個沒有人了解她過去的地方重新生活。可在機會出現之前，危險先一步進入了他的家。某天，肯尼斯的一位老朋友卡爾回到了派克維爾。這個綽號叫貓眼的男人曾因搶劫銀行入獄，出獄後不久又開始在當地活動。和他一同出現的還有他的女朋友雪莉。2人住進了蘇珊和肯尼斯的房子。貓眼並沒有刻意隱藏自己的計劃，他和肯尼斯坐在廚房裡談論下一次搶劫的目標。蘇珊與他們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很快便聽到了大量與犯罪有關的消息。他不願讓孩子繼續和一名危險的銀行劫匪住在一起，也迫切希望貓眼從自己的生活中消失。就在這時，一名熟悉蘇珊的當地警員聯繫了他，並將他介紹給一位剛剛來到派克維爾的 FBI 探員。這個人正是馬克·普特南。 For Mark, being able to arrest someone like Cat Eyes would have helped to catapult him into a very hard-charging agent who is going to have a very, very successful FBI career. 1987年，馬克從 FBI 學院畢業不久，被派到派克維爾工作。
這座偏遠的山城並不是他理想的任職地點。馬克從小便立志成為 FBI 探員，真正進入聯邦調查局以後，他自然希望盡快證明自己的能力，獲得更好的調動機會。对他而言，偏遠的山城只是職業生涯的起點，他需要極其有分量的案件，把自己送進更大的城市和更重要的部门。當時派克維爾周邊接連發生銀行搶劫案，作案方式與貓眼過去的手法十分相似。抓住這樣一名危險的慣犯，足以成為馬克職業履歷上的一項重要成績。問題在於他缺少能夠直接鎖定貓眼的證據，蘇珊恰好彌補了這個缺口。他和貓眼住在同一所房子裡，能夠聽見他的真實計劃，又不容易引起懷疑。馬克需要的正是這樣一個深入犯罪者日常生活的情報來源，而馬克所代表的聯邦權力、保護承諾和報酬也恰好擊中了蘇珊最迫切的需求。雙方很快達成合作，蘇珊負責提供貓眼的消息， FBI 則按照情報價值向他支付報酬。從那一刻起，他有了两種截然不同的身份。在外人眼中，他依舊是那个被困在失敗婚姻中的年輕母親，而在無人知曉的另一面，他已經成為聯邦調查局的線人，開始秘密收集犯罪情報。這份工作帶來的刺激遠遠超出了金錢本身。過去，蘇珊掌握的消息只能成為酒吧和街頭的談資，可現在，馬克會認真聽他講述，根據他提供的情報調整行動，而他的一條消息甚至可能影響一次抓捕是否成功。他第一次真切地感到自己掌握的秘密可以影響別人的命運。這種被認真傾聽、被賦予價值的感覺，很快讓蘇珊沉迷其中。線人身份使他相信自己終於不再只是肯尼斯的前妻，也不再只是一個貧窮、愛說大話的小鎮女人。他開始把自己想象成秘密行動的一部分，並開始享受這種新身份帶來的興奮與優越感。Once you develop a good informant, then you pretty much feel an obligation to watch out for their safety and their well-being and develop a rapport with them where they trust you and you trust them. And it takes some skill to do that. 不久後，蘇珊提供了一條關鍵消息，貓眼正在準備搶劫當地一家銀行。馬克根據情報提前通知相關人員做好防範。搶劫發生後，警方迅速展開行動，銀行使用的燃料包也為追捕提供了重要證據。貓眼最終被捕，並因涉嫌武裝搶劫面臨嚴重指控。這場行動為馬克帶來了一次重要的職業成績，也讓蘇珊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提供的情報確實能夠改變一樁案件的走向。但貓眼被捕並不意味着案件已經結束，要想讓指控成立，蘇珊還必須從幕後走到前台，親自出庭作證。對於一名秘密線人而言，走上法庭也意味着身份徹底暴露。在派克維爾這樣的熟人社會裡，告密者所招致的仇恨往往不會隨着判決落下而消失。馬克不斷向他保證，聯邦證人的身份足以震懾那些試圖報復他的人。在報酬、信任和成就感的共同推動下，蘇珊最終走上法庭，公開指證了貓眼。貓眼被送進監獄，馬克也憑借這起案件立下了功勞。這場合作看上去迎來了一個圓滿的結局，可法庭大門關閉以後，兩人所面對的生活卻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馬克可以把注意力投入下一起案件，蘇珊卻要留在派克維爾，面對那些知道他出賣了貓眼的人。威脅很快出現，貓眼在監獄公開表達了對蘇珊的仇恨，雪莉也將男友入獄的責任全部歸到她身上。與此同時，小鎮的流言不斷擴散，越來越多的人知道蘇珊曾為 FBI 提供情報。她的家庭處境同樣沒有改善，肯尼斯本就對馬克充滿戒備，外界對兩人的關係猜測又進一步加劇了他的嫉妒和憤怒。蘇珊原以為成為線人能夠幫助自己擺脫危險，最後卻發現這份工作只是讓他樹立了更多敵人。他得到過報酬，也體驗過短暫的榮耀，卻始終沒有真正離開派克維爾。在這種情況下，馬克逐漸成了他最依賴的人。
他曾鼓勵蘇珊擺脫肯尼斯，帶着孩子開始新的生活。馬克的妻子凱西同樣對他表示過關心，希望他能為未來設定目標，重新掌握自己的人生。這些幫助未必帶有其他目的，卻在蘇珊心中產生了更複雜的意義。馬克和他身邊的男人完全不同，他年輕體面，有明確的職業方向，也擁有離開派克維爾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他曾認真傾聽蘇珊的講述，認可他提供的情報，讓他第一次意識到自己並非一個只能被生活擺布的小鎮女人。這種認可很快超出了工作本身的意義。蘇珊對馬克的敬佩逐漸轉化為依賴，而依賴又不斷滋養着他對未來的幻想。他開始相信，只要繼續留在馬克身邊，自己就有機會擺脫肯尼斯，擺脫派克維爾，進入那個由體面、秩序和希望構成的新世界。然而，這種期待從一開始就只存在於蘇珊的想象中。隨着貓眼案宣告結束，馬克的工作重心迅速轉向其他案件，蘇珊能夠提供的情報越來越少，他在這段合作關係中的價值也隨之開始下降。馬克將精力投入另一宗規模更大的案件，那是一個涉及盜車和非法拆解贓車的犯罪團夥，參與者更加危險，案件規模也更有可能幫助他建立職業聲望。隨着工作重心轉移，馬克開始減少和蘇珊的接觸，並將他轉交給另一名更有經驗的探員管理。從工作程序上看，這種安排並不反常，可蘇珊真正依賴的從來不是 FBI， 而是馬克本人。換了一名探員以後，現任身份再也無法帶給他同樣的滿足。他失去的不只是一個聯絡人，還包括那個受到重視，仿佛正逐漸接近另一種人生的自己。蘇珊開始頻繁尋找馬克，也會因為聯絡減少而憤怒。他越來越高調地談論自己的現任經歷，甚至誇大自己參與過的案件。那些炫耀既是為了獲得關注，也像是在反覆強調他仍然擁有價值，不該被輕易拋下。馬克已經察覺到這種依賴，卻沒有及時徹底地切斷關係。兩人之間的職業邊界開始鬆動。蘇珊把馬克偶爾流露的關心理解為情感仍在延續，馬克則一面試圖保持距離，一面又沒有真正拒絕他的靠近。直到後來接受調查時，馬克才承認，這種越界並不只存在於蘇珊的想象裡。兩人曾發生過2到3次性關係，而且沒有採取避孕措施。He said he wanted to take her away from here where it would be a better place. And she was excited for that. But he was married to this Kathy Putnam, his wife. 至於究竟是誰先主動，這段關係又是從何開始，如今只能聽到馬克一方的解釋。但至少有一點已經無法否認，蘇珊並沒有憑空虛構兩人的親密，馬克也不是一個單純被現任糾纏的局外人。這不再只是一個女人對 FBI 探員的單方面幻想，而是一段真實發生過，卻從一開始就不可能平等的關係。就在兩人的關係越來越難以控制時，馬克調查的拆車案件也開始威脅到他的家庭。一天夜裡，家門附近出現了可疑人員，凱西擔心自己和2個孩子遭到犯罪團夥報復，堅持離開派克維爾。為了保護家人，馬克最終獲得調動，全家搬往邁阿密。他終於離開了這座一直被視為職業跳板的小鎮，蘇珊卻被留在原地。馬克的離開讓他本就脆弱的生活失去了支撐，現任工作已經失去吸引力，家庭矛盾依舊存在，來自犯罪分子的威脅也沒有消失。如今，就連那段已經真正越過邊界的關係，也被馬克單方面留在了肯塔基。他不願意相信兩人的關係會就此結束。不久後，蘇珊開始告訴身邊的人自己懷孕了，並認為孩子是馬克的。就在這個說法逐漸傳開時，已經搬到邁阿密的馬克又因為拆車案即將開庭，被要求返回肯塔基參與庭審準備。蘇珊很快得知了消息，隨後她告訴姐姐自己要去派克維爾與馬克見面。可幾天過去，她始終沒有回來，也沒有對2個孩子做出任何安排。
姐姐謝爾比最先察覺到異常，蘇珊過去確實會因為家庭衝突突然離開，也曾做出過一些衝動的決定。最初有人猜測她可能只是再次外出，過幾天便會回來。但謝爾比並不這樣認為，妹妹或許會離開肯尼斯，卻不可能長時間丟下孩子不管。眼看蘇珊遲遲沒有消息，謝爾比向警方報了案，並告訴他們蘇珊離開前曾說要去見馬克。調查剛剛開始時，沒有人立刻把懷疑指向一名 FBI 探員。蘇珊樹敵太多，前夫肯尼斯脾氣暴躁，又因為馬克而產生強烈嫉妒。貓眼雖然身在監獄，卻曾公開揚言報復。雪莉也對蘇珊懷有明顯的敵意。相比之下，馬克看上去更像是能夠幫助破案的人。他熟悉蘇珊的现人经歷，知道他接觸過哪些罪犯，也了解哪些人可能實施報復。面對調查，他表現得十分配合，並不斷強調兩人之間只是正常的工作關係。正是這種職業身份，使他在很長時間裡停留在嫌疑範圍之外。案件遲遲沒有進展，直到蘇珊失蹤接近1年，調查人員重新審查馬克此前的行程和證詞，才發現一項看似不起眼的異常。馬克返回肯塔基期間曾租用過一輛汽車，原定租期是2周，他卻提前1周歸還，原因是擋風玻璃破裂。最初馬克聲稱玻璃是被運煤卡車上掉落的煤塊砸壞的。面對進一步詢問，他又改變說法，表示自己曾在車庫收拾物品時被釘子劃傷，因為一時憤怒，他坐進車裡踢壞了擋風玻璃。擋風玻璃本身並不能證明蘇珊的失蹤與他有關，但一個訓練有素的 FBI 探員竟然會為這樣一件小事連續改變說法，顯然不符合常理。調查人員開始懷疑，他真正試圖隱藏的並不是擋風玻璃損壞的原因，而是那輛汽車裡曾經發生過什麼。隨後的一次詢問中，馬克在談到蘇珊的年齡時，無意中使用了過去式。警方仍在尋找一名失蹤者，他的措辭卻像在談論一個已經不在人世的人。這個不經意的口誤讓調查人員懷疑，馬克或許早已知道蘇珊不會再回來。單獨來看，這可能只是一時失言，可當他和租車記錄、破裂的擋風玻璃以及前後矛盾的解釋同時出現時，案件的方向開始發生變化。馬克不再只是協助尋找線人的探員，他第一次成為了真正的嫌疑人。調查人員要求他前往華盛頓接受測謊，此時的馬克已經明顯消瘦，精神狀態也遠不如從前。測試過程中，他依舊否認自己與蘇珊存在性關係，但身體反應使這套說辭越來越難以維持。測謊結果不能代替證據，卻擊穿了他的心理防線。在調查人員的持續施壓下，馬克提出想和妻子凱莉通話。電話接通後，他首先承認自己曾與蘇珊發生關係，隨後在凱莉的追問下，他又承認蘇珊已經死在自己手中。這通電話讓調查人員大致知道了答案，卻還不能代替一份正式供述。更關鍵的是，蘇珊的屍體依舊沒有找到，案件經過也無法得到完整證明。馬克承認兩人曾發生關係後，蘇珊關於懷孕的說法也重新有了分量。這一說法後來始終沒有得到醫學確認，但既然兩人曾多次發生無保護性關係，馬克就無法斷言懷孕完全是蘇珊憑空編造的謊言。無論懷孕是否屬實，這個說法本身都足以威脅馬克現有的一切。一名已婚 FBI 探員與自己管理過的付費線人發生關係，一旦被妻子、同事和上級得知，他的家庭、職業和社會形象都可能同時崩潰。而蘇珊已經不願再按照他的安排，悄無聲息地退出這段關係。從這裡開始，車內究竟發生過什麼，主要來自馬克後來的單方陳述。蘇珊已經無法留下自己的版本，而一個正在進行認罪談判的殺人者顯然有理由把死亡描述成突然失控，而不是經過思考後的選擇。根據馬克交代的經過，兩人在租來的汽車中見面後，很快圍繞懷孕和未來發生爭執。他試圖用錢解決問題，希望蘇珊終止懷孕。遭到拒絕後，他又提出，如果孩子確實屬於自己，可以由他和妻子收養。
爭吵不斷升級，馬克甚至搬出自己的身份壓制蘇珊，聲稱一旦事情進入法庭程序，制度會選擇相信一個受到尊敬的 FBI 探員，而不是一個貧窮、名聲複雜的線人。這番態度也讓兩人之間長期被曖昧掩蓋的權力差距徹底暴露。馬克擁有職業身份、社會信譽和制度支持，蘇珊幾乎沒有任何能夠與他抗衡的籌碼。按照馬克的說法，車內的爭執最終演變成了肢體衝突，他掐住了蘇珊的脖子，兩人力量上的差距讓反抗很快停止。那個一生都在尋找出口的年輕母親，最終死在了自己最信任的男人手中。案件由此回到1989年12月的華盛頓。那通電話結束後，馬克沒有立刻向調查人員做出完整供述，而是轉向律師尋求保護。由於屍體始終沒有被發現，檢方很難證明案件經過。與此同時，屍體位置也成了馬克手中最有價值的談判籌碼。他的律師最終提出認罪協商，馬克願意承認殺害蘇珊，並交代拋屍地點，以此換取在聯邦監獄服刑16年，避免被送入對前執法人員極度危險的州立監獄。蘇珊失蹤1年後，警方終於在派克維爾附近的一處溝壑中找到了他的遺骸。他沒能離開這座小鎮，甚至在生命結束以後，依舊被留在了那片他最想逃離的土地上。Susan and I had this bond, close bond. And when she left, I felt empty. Once we got the remains, it was a closure for me. We could give her a funeral and my life would go on, but I miss her. 好了，本期案件分享到這裡也就結束了，感謝大家的收聽和收看，我是大熊，下期見。